73%，呢個究竟係個咩數字？匯豐香港商業同商場嘅貸款高達73%，被列為高風險，比去年暴升咗2倍半啊！97年金融風暴，銀行壞帳爆煲，恒生指數插水超過50%，今日危機嘅陰影又好似再返嚟喎，咁會唔會係97年嘅翻版呢？今集我哋就深入拆解一下銀行嘅財報，去揾出呢一個真相。大家好，我係飛入匯豐73%嘅高風險貸款，呢個數字真係嚇死人啦！商廈空置，零售疲弱，投資又低迷，而家有冇啲似97年嘅危機前夕呢？今集呢，我哋就拆解下一啲本地銀行2025年上半年嘅財報，去深入分析一下，幫你睇下前面嘅究竟係危機啊，定係投資嘅機遇。我哋事不宜遲，馬上開波。香港嘅商廈市場係銀行風險嘅大本營。97年地產投機推高咗壞帳，今日市場一樣係受壓嘅。甲級寫字樓2025年第二季租賃量就跌咗3%，去到呢個88.55萬平方尺。上半年嘅總量就180萬平方尺，同比插咗30%。中環核心區吸納咗18.6萬平方尺，反而創下咗繼2015年下半年之後嘅最佳。但係九龍東非核心區就負27.31萬平方尺，去到半年嘅新低，空置率17.4%，租金預計就再跌5至10%，租戶就叫做吹優避劣啦。核心區就旺到爆，非核心區就好慘淡，放大咗呢個次級商廈貸款嘅風險。哇！啲租戶湧晒喺中環喎，例如港島東嘅中心近期先簽咗啲跨國企業嘅大租約，吸納幾層嘅樓面。核心區其實都仲係幾旺嘅喎，但係九龍東有啲商廈嘅空置率就真係去到超過2成嘅。租金都連環插水添。如果銀行借錢俾啲非核心區嘅發展商抵押物業嘅價值就可能會大跌啦。咁呢一部分就會有少少似97年嘅毒資產啦。寫字樓市場就咁啦，咁樣零售嗰方面又點呢？我哋又繼續嚟睇睇。零售市場雖然係稍為回穩一啲，但係都要小心嘅。第二季租賃放緩啦，5月零售額就觸底啦。餐飲租賃13.4萬平方尺，15年後嘅新高喎。靠訪港旅客嘅雙位數增長，推高咗餐飲同埋藥房嘅需求。核心區好似尖沙咀啦、銅鑼灣嘅空置率就跌咗0.7%，去到呢個7.1%。租金環比就升0.9%，上半年就1.9%。但係非核心區嘅傳統零售，例如好似呢啲九龍嘅老牌商場空置率真係高企嘅，為咗風險就好似97年嘅零售崩潰咁樣。尖沙咀同銅鑼灣嘅餐飲同埋藥房嘅租金仲係穩步上升喎，貸款嘅風險就相對低少少啦。但係去到非核心區嘅傳統零售又點搞呢？空置率當然高到爆啦，唯有風險嘅大增，銀行就梗係要小心啦。匯豐嘅財報係震撼彈，就好似97年危機一個風向標咁樣。2025年6月底啦，香港商業同埋商場貸款73%列為高風險，即係有麻煩啦，同埋真係壞帳，比去年嘅少過3成就暴升啦。有問題嘅貸款就倍增咗去181億美元，真係唔還嘅就51億美元。第二季全球壞帳準備金就11億美元，4億美元係針對於香港商廈。有問題壞帳係仲未壞，但係有風險，真係壞帳就真係唔還嘅啦。一年裡面從30% 飆升到73% 嘅高風險貸款，究竟係咩玩法呢？呢個唔係一個小問題嚟㗎，資產質素嘅惡化其實係好大鑊㗎。商廈嘅壓力全面升級，匯豐嘅子公司恒生就借錢俾啲中小型嘅發展商，部分就因為流動性收緊就還唔到錢。分析師都話啦，壞帳常態化借貸又收緊，息差都擴大，連匯豐都咁大劑，咁中小行點算啊？其實呢個風險真係好麻煩，因為有大量嘅有問題貸款，好容易就會變成真壞帳㗎啦。準備金就蠶食利潤，不過都顯示佢有積極嘅管理，中小發展商嘅緩衝率相對比較少，就好似一啲97年過度借貸嘅玩家，系統風險就開始浮現啦。從頭起嚟啦，我哋逐間銀行拆解下佢哋嘅財務點先，比較下個壞帳貸款啦、商廈貸款比例啦，同埋風險貸款嘅增幅，揾下有冇一啲類似97年危機嘅響號。為咗方便大家記我就幫每間銀行都設立一啲人設，咁令到大家最容易知道邊間高危啲，邊間穩陣啲。首先講個恒生啦，佢就係風險承受者。點解咁講呢？因為佢真係借好多錢俾啲商廈，但係資本部分都仲係充足嘅。恒生
風險承受者啦。商廈同埋商場貸款佔總貸款嘅5成半，上半年股東利潤跌3成，去到呢個688億港元，回報率7.9%。為咗防呢個壞帳啊，佢準備咗486.1億港元咧嘅壞帳準備金嘅喎，比去年就多咗124%。當中254億港元係針對呢個香港商廈，壞帳率即係還唔到錢嘅比例咧，就去到6.69%。去年只係5.32%嘅啫，壞帳總額548億港元，有問題嘅貸款就急升至1486億嘅港元。商廈貸款同埋物業價值嘅比例升到7:1，即係呢物業咧就冇咁值錢啦，好多借貸就變咗危險嘅借貸。呢個都有啲似97年嘅弱勢發展商咁樣，物業嘅發展貸款就跌咗9%，投資就跌咗5%，但係資本充足率都仲有21.3%嘅，所以佢都仲增加派息8%，再加上回購30億港元嘅股份。佢個壞帳率去到6.69%，真係好大鑊。管理層就話啦，商廈貸款嘅借貸風險就好高啦，就開始收緊信貸，同埋加呢個準備金率。但係目前嚟講，佢嘅資本都仲係穩健嘅，都仲有呢個抗風暴嘅能力。作為風險承受者嘅佢，而家就唯有頂硬上啦。大新啦，挑戰嘅應對者，商廈同埋商場貸款佔總貸款嘅21%。2025年上半年財報就未有完整數據，我哋就用呢個2024年嘅年報做基準啦。結合同期嘅管理層嘅講法，2025年上半年利潤就微跌，都算穩陣。睇翻2024年，壞帳準備金179億港元，比前年就多1倍，壞帳率3.21%，去年就只係得1.94% 嘅啫。商廈同埋物業投資壞帳率8.98%，呢個數字真係高到驚人啊！有問題貸款佔比13.6%，借貸成本就大概1.86%。佢積極減持呢個內地商廈，準備金覆蓋率就超過100%，所以目的都俾呢個穩定嘅展望，但係下調咗佢基準啦，小心就為上喎。哇！商廈壞帳去到8.98%，差唔多1成嘅人還唔到錢喎。手續費收入就升6成就幫補一下啦。管理層話目前抵押品都係夠嘅，佢防範一啲類似97年嘅危機。挑戰應對者嘅大新目前都仲叫佢頂得住嘅，但下半年大家真係要及實佢啦。永隆穩健嘅守護者啦。壞帳率1.41%，係同行嘅最低。上半年壞帳準備金1.8%，商廈壞帳1.7%，主要都係內地嘅壞帳嚟嘅。借貸成本就1.86%，跌咗啲喎。綠色貸款就增加41%，去到140.27億港元。銀團貸款就排喺前5位，流動性145.6%，都叫做好穩陣下嘅。咁永隆真係算係非常穩定喎。雖然內地嘅商廈就拖累咗佢少少，但係管理層就靠咗綠色借貸啦，同埋好多元嘅收入都算係穩住咗佢嘅陣腳嘅。作為穩健守護者嘅永隆，可能就會成為類似97年後重建嘅贏家喎。至於去到東亞啦，謹慎轉型者啦，壞帳率2.72%，香港商廈壞帳就6%，去年就得3% 嘅啫。商廈貸款佔比減到去11.5%，顯示佢都主動減咗風險嘅。上半年淨利潤升13%，去到呢個461億港元，壞帳準備金率都有增加嘅趨勢。借貸成本就0.98%，準備金覆蓋率就145%，資本充足率就17.7%，回報率4.4%就偏低少少。睇嚟佢嘅效率都係有少少問題嘅。不過喺 ESG 方面佢都叫積極應對呢個減碳嘅要求。商廈壞帳就翻倍啦，但係減低貸款嘅比例都仲係幫到下手嘅。管理層其實目前都收啫，淨係借俾啲勁啲嘅企業㗎啦。謹慎轉型者嘅東亞就靠住控制嘅風險啦，同埋推動嘅綠色項目就開始行穩陣嘅路線。中銀香港、星展、渣打呢啲都算係要有韌性嘅中堅。中銀商廈貸款佔64%，壞帳率3%，準備金覆蓋率都145%。星展嘅壞帳準備金都增加79%，去到1.68億美元。商廈嘅就僅僅佔2%，壞帳率就更加低至1%。渣打嘅情況都好似嘅，商廈都係2%，壞帳率都1%左右。三者嘅利潤都好強，亦都叫做非常之穩陣喎。其實大家都見到啲大行都仲係幾穩陣嘅。咁喺97年見過鬼仲唔怕黑咩？佢哋三個作為韌性嘅中堅，目前都靠住個低風險同埋高利潤都繼續維持領跑㗎。但係中小行嗰方面風暴都仲係醖釀緊。嚟到總結嘅時間，香港銀行業面臨商廈貸款嘅挑戰，但系統性嘅風險暫時嚟講都唔係話真係有咩好嚴重嘅地方。金管局都話啦，
2025年第二季借錢咧還唔到比例只係 1.97%， 遠低於呢個97年嘅金融風暴嘅 7.43%。銀行資本比率 24.2%， 壞賬準備金覆蓋率 145%， 樓價指數大概 128.2， 銀行資產升咗 4.5%， 利潤率咧都一路有增加。咁所以喺啲數字睇嚟咧，抗壓能力咧就好似比97年咧都好幾多下喎。風險嘅分散咧亦都好明顯。恒生呢啲風險承受者啦，同埋呢個大新呢啲挑戰應對者咧，壞賬率去到6至9%， 準備金嘅暴增啦。借錢俾呢個中小發展商啦，同埋呢個非核心區嘅商客咧，其實就真係好危險嘅。東亞屬於謹慎轉型者，壓力咧就中間嘅啫。只要縮減一啲有問題嘅貸款咧，大致都唔大問題嘅。永隆穩健嘅守護者就靠多元嘅收入啦，比較穩陣。中銀、星展、渣打呢啲人性嘅中堅，商廈帶嚟嘅風險只係低至1至3%，利潤亦都相對較強。咁而家嘅問題主要都係嚟自中小發展商啦，同埋呢個非核心區嘅商廈。但係目前嘅情況睇嚟，銀行喺撥備啦、準備金率啦，同埋數字化管理方面咧，都叫做明顯做得比97年好，所以系統性大崩潰嘅機會咧就相對較低啦。其實都叫今非昔比㗎。金管局話咧，銀行而家嘅資本咧其實充足比率咧就高咗好多，壞賬率咧亦都遠低於97嘅時候，所以暫時睇嚟危機嘅風險咧都仲未係好高嘅。但係好似恒生啊同埋大新咧呢啲商廈嘅壓力咧就真係比較大啦。而家佢哋就屬於弱勢嘅玩家。東亞同永隆呢啲咧就穩中求進，咁其他大行咧都仲係好穩陣嘅。咁至於去到中小發展商啦，同埋呢個非核心嘅商客咧，就真係好似隱形炸彈咁樣啦，大家都要小心留意住。展望2025年第3到第4季啦 ，CBRE 報告嘅預測，商廈租金就跌5至10%，空置率可能仲會升到18至19%。非核心區例如好似觀塘商廈空置率咧可能會去到2成半咁多。零售方面就略為穩定咗落嚟，訪港旅客推動呢個核心區嘅租金升咗1至2%，銅鑼灣嘅餐飲租賃咧就升咗2成，投資市場就增加咗5至16%，不良資產嘅交易咧就反而多咗，可能主要嚟講因為 HIBOR 嘅下降啦，同埋銀行嘅不停減持啦。Colliers 就指個商廈租金咧或者會再跌9%，新供應嘅350萬平方尺就加劇咗呢個競爭。但係政府宿舍嘅轉型計劃啦，例如九龍有啲商廈就改建為宿舍，都會緩解咗一啲空置嘅問題。如果樂觀啲嚟講 ，HIBOR 嘅持續下行，核心區嘅租金築底反彈，訪港旅客嘅增加亦都帶動咗一部分嘅零售業復甦。壞賬率咧維持到喺2至3%，投資亦都回暖咗15%。如果向壞嘅方面諗，又會點呢？全球衰退或者美國利率急升，非核心區嘅租金繼續跌穿底，壞賬率就升到去4%，銀行利潤率咧就壓低5至15%，咁嘅情況咧當然咧就會比較差啦。暫時嚟講，系統大崩潰嘅機率都係相對低嘅，不過投資者最好都係有兩手準備。CBRE 咧同 Colliers 咧都話啦，短期嚟講商廈就一定有啲壓力啦，但零售咧同埋不良資產嗰方面咧就可能會有啲轉機喎。樂觀嚟睇啦，租金回穩，投資又回暖。悲觀咁講，非核心區就爆晒大鑊。咁你作為投資者，你又會點樣睇呢？可以喺下面留言啦，話俾我聽，你覺得2025年嘅商廈啦，究竟會谷底反彈啦，定係會繼續插水？我都想聽下大家嘅意見。商廈風險分化啦，就好似97年嘅影子，但香港銀行嘅資本咧其實都相對充分，壞賬常態化啦，推動轉型啦，從高風險嘅商廈貸款咧就去到綠色貸款、多元嘅投資，香港嘅金融從來都喺挑戰中揾突破，危機裏面覓新生嘅。大家都聽到咁多銀行嘅分析，咁首先投資銀行股一定要睇翻銀行本身嘅面對嘅風險，優先可以揀翻啲資本強啦、收入多元嘅玩家，監測呢個 HIBOR 同埋呢個旅客嘅數據，可能咧可以捉住呢個不良資產嘅投資機遇嘅喎。咁你又覺得呢場商廈風暴係97嘅2.0啦，定係香港再起飛嘅轉移點？我哋大家都可以一齊討論下。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翻條片俾朋友仔。我係飛俠，下次見，拜拜。